好，今天的城市路跑，我们再一次来到富山，出发去跑步吧。那边。在我后面的是富山城。今天的城市慢跑，再一次到富山，那也可以参考我上一次富山环水公园的影片。车场的入口，这是城址公园，城址公园的入口在前面这边，这边有一个松川茶屋，然后这边也可以坐那个导览船。还有游览船，它可以沿着那个富山的运河，坐那个导览船。反正好像是那个富山的电视塔，右边那边，这边的公园。富山这边也有很多这种石雕啊，沿路都还蛮多的。然后这是72峰桥，算是平成4年完工的，也算是蛮新的桥。旁边有个那个牌具吧。那这一条是那个一级的河川松川，它是这边看起来就是环着松山城的遗址，松川，然后它是什么什么桥？安家桥吗？有点远，看不太清楚。阿兹密巴西。这一班路面电车是黑色的，帅！哇，很帅气的路面电车。这是城址公园的侧面，就是我们刚入口的地方，其实还蛮短。它这是藤子剩下的天守，比较小型一点。
然后像在富山呢，他们的人孔盖，那做的其实蛮漂亮的。像这个是粉红色，然后它有很多种造型。这个是一起看过蛮多造型的。然后刚好刚刚手表响了，就这样跑一圈，几乎刚好是1公里。其实要说训练好像还蛮好用的。我说对。然后其实，在富山呢，我们这几天其实看到路跑的人很多，那可能它治安其实也蛮好的，所以其实晚上路上没什么人，不过还是会有人在街上跑步在郊区一点的地方也是。慢跑的人口跟比例其实好像还蛮不错。那富山我觉得真的也很适合慢跑人不多，然后道路也做得蛮好的。那富山城的天守，我们现在进去那个城址公园。城址公园的里面很大一片呢，不过建筑物并不多，都是平面的公园。然后这是那个城墙的背面。这边有写它是那个登陆的文化财，然后它好像是在那个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有被空袭所以被破坏的蛮严重，现在只剩下一点点。然后在平成16年的时候有重建。这是富山的乡土博物馆的，这应该是入口吧，不过门还没有开。早上9点到下午5点。现在可能时间还很早。目前还没有开。好，这个今天没有机会来了，我来先简单看一下它的这个乡土博物馆。好，我们再沿着城址公园的背面，跑到那个富山的算是河滨公园看看吧。然后另外这一块这边可以看到那个前田政府宫的铜像，然后前面这边好像有一个美术馆。前田政府他是富山的第2代藩主，所以他应该是那个前田利家的儿子吧。然后他担任藩主的时间是1674年到1706年，反正是为了纪念他的铜像。富山城公园虽然东西不算太多，那它城墙的遗迹也不算很多，不过走路起来蛮舒服的。这是那增修的富山的本丸亭。
平原，像富山啊，然后附近的那金泽的兼六园，都是很知名这种日式的庭园。他们就很多这种算是，这好像不是仿石吧，但是就制作里面会有这种，水啊、瀑布啊，然后弄得很像那种就是自然景观的这种感觉。然后这个有2尊在这边，怎么感觉很像那个孔明像？应该不是，这边是那个富山市的佐藤纪念美术馆。对啊，因为今天出来跑步比较早，没有开。然后他说现在展出的是日本画的四季。如果对美术馆有兴趣的人，也可以来看一看啊。我们沿着侧面的桥，锦云桥，这是一个算日式的拱桥吧。我们从富山城的侧面出去，松川。刚这个是72峰桥，我们现在沿着松川，好像是它的河里面GoPro没有办法拉近，不过它河里面有很多鲤鱼在这里哦，好肥的鲤鱼啊！我们继续好到那个沿着河岸的地方看看。那富山真的其实蛮安静的哦，它的人口密度真的没有很密集，然后空间很大，包含我们像昨天去逛那百货公司，人也不多，所以其实如果以生活来讲，其实真的蛮舒服悠闲的。然后给大家这边有讲，其实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，它也可以一路通到接近环水公园的地方。这环水公园是之前上一支那个慢跑影片在富山的时候做的，对啊，环水公园很漂亮。然后这边都有那个做的那个石歌板啊，沿路其实都有。那感觉其实富山也是很有那种文艺气息的城市。然后这边下去可以沿着它的河。没有沿着河，就只有一小段而已。松川，对，富山的路上，看到很多这种学生会骑脚踏车。我们刚刚从那个柳川这边的那个支线跑到这边，然后大条的河，我们现在在那个大的桥上面，我们到桥上看一看就没折返了。然后原来这一条是富山大桥。桥上面也还有那个路面电车，我现在还没有经过，不过可以这样子看到整个富山，在这边整个那个山脉延续过来，然后环水公园好像是往那个方向过去啊，我印象中看地图好像是在往那个方向，不是很确定，不过好，我们准备
折返了，我们折返跑回去富山城，可以看得到这边的地图，到富山空港这个方向，然后对面也是河滨公园，现在继续跑下去。我们刚从这里出发嘛，然后绕了一圈，这样子回来，好。走一圈了，肚子有点不舒服了。好，剩下最后一点点，我们跑回去那个刚开始的，应该是这个路口，已经看得到那个富山城址公园的牌子啦。再次回来到这一侧。这里也有一个看牌 ，Amazing 托亚马。哦，它这边刚好可以这样子照过去。这边有一个那个富山城址的新旧比较图，要做一下功课啊，不太熟。好，我们回到那个出发的路口，然后好停表。那这次总共是跑了3.68公里，小小的环了富山城，然后沿着松川绕了一圈，然后富山必须说，富山真的很适合跑步，不管是现在有点热，但是还是像上次拍的很冷的季节，富山跑步其实真的很舒服。它的包含风景啊，那个宽阔度，然后跟它整个城市的一些舒适度，甚至我觉得可能治安其实也蛮好的，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，甚至在晚上都可以很放心的路跑，很推荐来富山可以尝试看看。在城址公园的这一个算喷泉的地标哦，它的地板很有趣哦，它的地板都是像这样子，它上面是有图案的，很好玩，感觉很像那个小朋友的劳作，然后把它贴在这一块，有点做这种观光的，很有趣。然后我们来看其中一块好了，看到这个是很像那种小朋友上课时候的那种手雕的东西。他们把它就拿来做那个城市景观哦，野球选手，野球 Pro 选手，这是可能小孩子的愿望吧，很有趣。觉得在城市间慢跑其实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，你可以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这座城市的风貌，然后也可以用比较慢的步调，有点像是融入当地人的生活。那希望城市路跑这系列，如果大家喜欢，可以给我一些建议，或者是你有没有想看哪一座城市呢？那欢迎留言给我。那下次如果有机会到这个城市旅游，我也可以用路跑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城市不一样的风貌。这一支城市路跑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赞分享。有没有想要看其他城市的路跑？也欢迎在下面随时留言给我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